not bad， 这个动力真的是不差嘞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蛮喜欢这种感觉，出乎我意料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了 Part 2冲上云霄系列啦。如果你们有看我上一集视频，我试驾这辆 Estima 来到这儿哈，你们一定很奇怪了，为什么 Estima 这样的家庭车要拿来上山呢？对啊，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 2.4 加 CVT 上山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当然是可以啦，你要敢踩就可以了。非常感谢这一次车主 King 啊 ，King 就在那边，上个影片介绍过他了。这辆车有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，就是中央扶手那边竟然可以改善 Velfire 的哦。还没去看的话，赶快点击我的右上角去看我上个影片了，好不好？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啊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上车 ，Let's go。引擎方面基本上是原装的，没有改过，除了改了这个避震器添的原装的 Spring， 轮胎是来自 Continental 的 M462510R18 寸，原装的刹车卡钳 CVT Cooler， 这副引擎是来自一个 2AZFE 的2.4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哈，然后它是拥有着170匹马力，还有224的牛顿米的脚刹。哎呀，这辆车就是没有 Hero Assist 啦，我就要用左脚踩刹车，右脚踩油门，这样子去了的啦。OK， 这辆车大概是07、09这样子的年份，到现在已经毛利差不多要8、9千了。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修哦。非常耐用的一辆车，不过它这个方向盘虽然跟 XV40 的 Camry 那些是一样的，可是这里的 button 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比如说 Camry 那边呢，就可以调这个冷气的温度啊，在这里啦，就少了这个什么 calling 啊这样子。有这个 Works 的 Battle Box 的油门呢调的最敏感的。看，其实我可以在弯道超车没有问题的。后面是一个 Dodge Beam， 前面是一个 McPherson 这个麦花臣的设置。可惜啊，如果这辆车是给猫地令的话，我觉得这辆车会更好开，它的这个侧倾的方面也没有这么严重哦。我突然把一个 Estima 好像当超跑来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OK。这辆车是前置引擎前驱车，如果是第一代的这个 Estima 的话它是一个中置引擎后驱车。然后你好像都到很下重本一下的哦，感觉上。我觉得我把那个 AC 先关掉一下下，不要伤它那个 compressor。我觉得它的反应其实不错的，你知道吧？刚刚我这样子 zigzag 啊。它那个车身的动态哦，我觉得一定是好过 Alfa Velfire 的，因为讲嘞，它这辆车没有这么高，也没有这么长。哎，我一直抓错地方，so sorry man 。其实我感觉这辆车的侧倾还好了，你知道，我可能因为我是坐在前面的关系，屁股就比较重啊，真的很重这个屁股，大概1800公斤的车，轴距都要差不多将近3000了就来。OK， 我们过一个弯试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后面的嫂子坐在后面，我试一下过那个弯，哎，当然你不能拿来当它是圣诞这样子啦哈，你只能。你真的要把它搞到高转去，它才会发挥到那个扭力出来。CVT
5500转升档，只要你保持在4000转呢左右呢，这辆车是很好上山的。哎，哇，它那个降档跟升档很有那个冲劲，加上它的速度。觉得我驾 MPV 我上山都好像厉害哦，神一般。不知道为什么这辆车可以哦。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驾 Alphard 跟 Vellfire 上山呢？我感觉到是这样，是有一点 kick 水啦。人家讲你这个车拿来跑山路哪里适合的，可是可以拿一个体验嘛，就好像我驾 Hilux 上山这样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。来了，那动力来了，哦，呼呼。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嘞？一个 MPV， 他已经是一脸懵逼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前面那辆 CR-V， 你怎么一直丢我后面？Thank you, thank you 讲真的，它的那个 cornering 是不错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刹车就比较怕一点点哈，这样子重踩。阿 King， 你这辆车有拿过上山吗？有。经常啊？没有了。没有啊？一年2、3次。在家人的时候了哈，但是都是没有像我这样子烧烤的那种。啊，也有。不过啊，也是有烧烤的。对。不错嘞，我觉得它那个车身动态。但是大家抓不住。我觉得轮胎还蛮匹配现在这辆车的，只要你会拿 line， 其实这辆车过弯一点都不差。Hello。Oh no！ 遇到一个 P 牌，然后一 good key 左右夹着。没问题是他完全是没有在意识到他是在做着路霸啊，这样子的问题是左右夹攻。Oh my god！ 哎呦 ，My God，My God！ 哎，你把后面的 aircon 关掉了？他不要。他不要。哎呀，我要超车了。哎，不错，我蛮喜欢这种感觉，出乎我意料，你知道吗？是，车轻是大了，还给你感觉到，哎，我不能再去了。但是我在看回我的速度的时候哦，其实我车一点都不慢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速。这样子没有喇叭是不是 ？King？ 这些 Ultra Racing 那些没有喇叭。拆掉了。其实你很多人讲装了之后有分别，你觉得有分别吗？这样子装？分别不大。哦，不大。还是比蒸汽比较重要是？啊，对，后面就没有拆，后面有。后面还有吧？一只罢了。一只。现在面对是一个那个 lower arm 的问题。哦，开始好了，就来了。应该了。还不严重，因为我没有听到太多声音啊。如果是像我之前那个就严重了，过那种不平的路，你开始刚啊，你知道了。一直想换都没有机会换。其实不用换 lower arm 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可以换那个 bush wheel。对。啊，但是很少人会做，但是我就升级那个 polymer。polymer 的话就有一个小小的坏处，sorry， 坏处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声音，多一点点，会很硬，然后你整辆车可能会跳一点点，但没有太大分别啦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
比较挑剔的人，你会觉得哇怎么？但是我觉得 OK 啦，因为这是 performance 的东西嘛，寿命也是比较长啊那个。用驾驶型的那个 Polymer 的话，很多人讲你驾久了你就显了啊那个声音什么，但是我驾到差不多半年了啦，我都说 OK 嘞，我可以接受得到啦，没有什么，因为我们的车本来就是隔音就是好啊，无所谓。哇，这个降档的声档我很满意，这一副的 Super CVT-i 不像 DCVT nothing 这个不 different story 没，那个新的 Vios 是用这 DCVT 啦啊，没有用这个 Super CVT 哦。Super CVT 本来就是换挡都很不错，我跟你讲，不可否认，公认了啊那时候啊，不是我讲而已，很多人都在讲。哇，一下子这么多车上。又是一个愉快的星期六啊！加动力，哇哦 ，not bad， 这个动力真的是不差嘞，真的不差嘞。比我想象中更好哎，讲真的，可以，是不错。因为它整1800公斤哦，你要有一个2.4引擎拖动它，你就说你会心想怎么可能哦，这么重的车，基本上没有让我失望过，很 OK。它的这个转向幅度呢，就比较偏向家庭用的车哦，所以为什么它的转向幅度比较大？你看，明明的这个路摆动一点点罢了，它就需要这个是很惯性的哈。你的加冠都有大车都是这样的咯。Family car 不是 Artis 就不同哦，跟 Vios。你装了这个路费表也是好哦，可以看水温。现在水温是95度。它大概上到97哦，它就好像会开那个 thermostat 的感觉啊，就直接会掉下来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开心的事，我明天也是驾 MPV 上山。Exora Turbo Man，Exora Boat 那个 Boat 啊，那个本来就有 Turbo 了1.6，那好奇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？这个油门反应相当的好 ，not bad。至少 Manual Mode 可以用哦，然后 Manual Mode 你还可以降到你要的档位，然后保持着你要的转速。就是我一松开油门那刹那呢，它是不会转速跌哦，就变成了我可以保证，你看我要的转速，我随时踩那个油，那个马上来的感觉相当的棒，可以完美的模式真的很棒啊！哇，你看我过弯完全没有压力耶，这样子，可以。哎呦，我想要在左道超车的时候，很多人往右边来，左边来 ，sorry， 我要超车了。这个 STMI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我发现到了，就是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哦够大，所以我可以看到很清楚，很安全。我后面是什么状况？如果你大车，你小小的镜子你就很危险了哦。这个反而大到我安全，我感觉很安全。
喂。其实，在半山以前都是小儿科啦，我们现在是看半山以后，它可不可以保持着这个动力下去哦？啊，CVT， 哎，没有得读 CVT 的温度是吗 ，King？ 没有的，没有得看哦。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下 CVT 的温度大概我也多少？想看。是哦，就是知道它的正常工作温度现在多少啊？如果在below 100度是真的是，哎呦，哇，哇这样子啦，放空。自己升档，5500这样子升。唉，其实他手坐在后面会晕嘛，这样子走很舒服。 OK 啊，他是觉得很舒服。嗯，因为车晃动比我们在加highway的时候来的大了哈。没有什么晃动。 OK 啦，但是我觉得它操控真的是很棒的这样子。我比我想象中好哦，原本哎呀大翻速啦，不能的啦，过弯那些，哎呦，你看我过弯好像很随心应手这样的哦。看完全没有问题的哦。很 OK， 没有话讲，真的。你要我讲什么？一个 MPV 可以这样子来烧 corner， 这样子的速度上山，其实是非一般的速度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。加 MyV 的感觉。诶，讲真的是有一点像加 MyV 哈，原装的 MyV 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就这样哦。我家里有一辆 MyV， 也有一辆第几代你那个 MyV？ 第一 Lucky Bass。哦 ，Lucky Bass， 啊，真的有点像。你讲不讲我都没有想到啊。看，随时上挂一档。其实只要你的油门敢下哦，你的转速肯提高，你基本上你这辆车上山是没有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怕没有力啊，是你敢不敢把转速？因为你 NA 车本来就是这样子运作，你的转速越高，你的马力越大，你的扭力也是大概4000转才能爆发出来，所以你就是要肯拉高转。如果你驾车不太敢踩的话，你怕坏哦。老实讲啊。反而你踩会更好，但是不是叫你每一次的地板油这样子下，反正就是该下我们就下啊。那如果没有下1号档的话，就3000多转好像有点不太够用。扭力还没有爆发出来，那4000转就来了，那开始那个天堂来了。你觉得那个200多的扭力是在这。这里应该是下过雨，地上湿湿的。嗯。这辆车有 VSC 吗？没有诶。没有。没有诶，你看它会打滑哦，刚刚它没有看油哦。5500升档，可以哦。我一升一档，它都维持在4500转左右，都在我要的动力范围里面。OK 吗？他时常跟我上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的速度，但是他这次是坐后面，他不是坐旁边。如果坐旁边还好哎。我第一次体验坐旁边，感觉很棒耶。这个昂哥也是上惯了的那个比较死，他肯踩到这样的油门，哎呀。踩的油不去哦，他不要踩 brake 就好。看电话，没有，是啊，不要踩 brake 就好。哎，有时候我们驾车，其实我们要注意后面的车是什么车哎。对。你不要爽爽就 emergency brake 哦，尽量不要啦，因为你都看到一个这样大罗里在后面哦，你
紧急刹车它刹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罗里啊、巴士啊，还有就是 Estima Velfire 啊，他们没有改那个卡钳的话，真的很危险哎！不要在他们前面做紧急刹车，到时候遭殃的是自己啊，真的。OK， 我们终于来到顶了啦哈。好了，其实没有什么话好讲啦。以一个 MPV， 我只能说，以它的动力还有操控呢，会让我出乎意料哦。说真的，因为这么大辆车1800公斤，你要配上一个2.4，开大楼啊 Camry 哦，1500公斤，我会觉得好像动力还好不了哦，对不对？配上那个 5AT 啊 XV40的那款，反正我慢下来，它的这个水温上到105哦。刚刚我快的时候还好，现在我慢下来就上了。不要紧，我慢慢录着去。它又在上哦，107哦，105了，就是它那个还没有动过的，对，就是还是装这个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至少我们会注意，刚刚我一路上都有注意它的水温，它的水温都是在100度左右。只要我有在 lap 的时候，我刚刚这样慢下来的时候哦，我已经是因为要到顶了吧，就是慢下来讲话，它就慢慢起，起到105哦，107最高哦。现在又跌回来了，证明了什么？如果你是在高转，然后你又不踩快，它细风不够冷的话哦，温度就会上。对，Torsion Beam的话呢，它的支撑没有Multilink好，因为这辆车的这个体积没有 Velfire Alpha 这么大，所以我觉得是蛮足够这辆车用的。当然，前提就是你要改一些小小的东西，拉一点把，或者是换一个比较好的避震器。动力你可以看到，我刚刚这样子上其实是很够用，它不会给你underpower，因为这辆车配上这个 Super CVT-i， 你可以维持在你要的高转，那个动力都在那边哦，而且还加上 Manual Mode 啦。Manual Mode 的话，在我过弯之前我就降档，保持着我要的转速。尤其是这个中央扶手真的很棒哦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我啦哈。这个转向幅度，这个 turning radius 好像还不差哎，这么长的车，我的油灯可以哦，好像 Camry 这样普通车吧。Not bad， 可以，你可以讲我 kick 水啦，但是我什么车都可以加上山，Hilux 啦 ，V8850 啦，那这次来一个 Estima， 还是第一次驾Toyota的 MPV 上手啊，非常感谢 King， 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后面的手 OK 啊，可以啊，不晕啊，这句话就是晕车了。好了 ，Estima 冲上云霄系列完成给你们了啦 ，King 呢特地从怡保下来耶，还不快给他点个赞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影片啊，记得大家多多点个赞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